白毅听了那牛虻的话，内心不由得一紧。他不明白，这牛虻怎么知道炼狱场有人的？难道陈平在炼狱场惹出什么动静，把这城主都给惊动了，所以带人来了？白毅在不远处有些瑟瑟发抖，若是这牛虻真是来抓陈平的，就他们2个的实力，压根没有反抗的能力。城主，试炼之人还没有出来呢。那工作人员大姐说道。哦，牛虻点了点头，随后带人到了一旁去休息了。他在等着陈平出现，而白毅慌了，则是悄悄来到入口处，盼着陈平快点出来，然后带他悄悄地离开，别让那牛虻发现了。就在白毅焦急等待的时候，陈平和那风仙的身影出现了。2个人从炼狱场出来，径直地飞落在入口处。望着那通天的阶梯，如果出来还需要步行下来，估计陈平就要崩溃了。贤婿看到陈平出现，白毅赶忙迎了上去。岳父，你怎么没走，还在这里等我？陈平见状，有些惊讶道。我是怕你出现意外，所以不放心，一直在等你呢。说完，白毅的目光看向一旁的风仙道，这位道友是？这是我小弟风仙。陈平随口说道。风仙，白毅顿时一惊，不可思议地打量着风仙道，难道你就是那个数百年前就进入炼狱场，从未出来过的那个风仙前辈？风仙点了点头道，叔叔，你可别叫我前辈。陈平是我大哥，你既然是他岳父，那我就要喊你一声叔叔。别，风仙前辈可是岳父，既然他想叫，就让他叫吧，不要推辞了。不等白毅说完，陈平赶忙打断了白毅。这风仙的脾气，若是白毅推辞，估计又要在这里磕头了。好吧，白毅点了点头，随后对着陈平道，贤婿，我们快点走吧，不要在这里久待了。岳父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陈平很是诧异，为啥自己刚刚出来，就要喊着自己快点离开呢？别问了，先跟我离开这里再说吧。白毅说完，就要带着陈平从一侧离开，并不从前面的正门走。可就在他们刚刚要离开的时候，那工作人员大姐发现了他们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放着正门不走，为什么要偷偷溜走？是不是偷东西了？过来让我检查检查。工作人员大姐对着陈平他们大喝道。白毅见状，顿时眉头皱起，这一下麻烦了，偷偷的跑不掉了。不过见那牛虻并没有过来，白毅赶忙上前道，这位大姐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偷，只是想尽快离开，因为家里有点事。说着，白毅掏出一个储物袋，递给了那工作人员大姐。工作人员大姐见状，顿时双眼一瞪道，你要做什么？贿赂我吗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是尽职尽责的，不会收受你的贿赂。你们马上都过来，让我检查一下，我看你们肯定是偷东西了。你说谁偷东西？你们这里有什么破东西值得偷呀？陈平看着那工作人员大姐，心里就有气。不就是个卖票的吗？整得像是干部一样，咋咋呜呜的。闭上你的臭嘴，敢说我大哥偷东西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风仙见状，上前指着那工作人员大姐吼道。那工作人员大姐也不怕事，看到风仙后，立马质问道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你进入炼狱场了呢？说你是不是偷偷进去了，没有买票呀？现在马上把钱补上，要不然把你抓起来。风仙进入炼狱场的时候，这工作人员大姐还没上班呢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。老子进炼狱场什么时候花过钱呀？我都是免费进去的。风仙那时候确实是免费进入炼狱场的，只是这工作人员大姐不知道，以为风仙是偷偷溜进去的呢。你少吹牛逼，我们城主进炼狱场都要花钱，你现在若是不补上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工作人员大姐就要动手，同时炼狱场四周的守卫也纷纷围了过来，以为陈平他们是闹事的呢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，牛虻带人急匆匆地赶来了。住手，都给我住手！牛虻大喊着跑来。城主，这些家伙偷偷溜进去的，
让他们补钱，还想动手。那工作人员大姐对着牛虻告状道：“滚一边去！”牛虻随手一拨，把那工作人员大姐给扒拉到了一旁，然后满面堆笑地看向陈平道：“大哥，你出来了，我带人专门来迎接你了。”陈平看着牛虻一脸的懵逼，他压根不认识牛虻，这家伙怎么上来就喊大哥呢？白毅也都懵逼了，眼前之人可是城主，犀牛城的城主呀，怎么跟着陈平喊大哥呢？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风仙则是看着牛虻道：“老牛，你什么意思？跟我抢大哥呀？”风仙：“谁跟你抢了？你可以认大哥，我当然也可以了。”牛虻说完，随后满脸堆笑地看向陈平道：“大哥，我叫牛虻，是这犀牛城的城主。”一听是城主，陈平马上变得恭敬起来。毕竟开始要不是牛力帮忙，他们还进不来犀牛城呢。眼前之人就是牛力和牛奔的父亲，原来是城主大人，失敬失敬。陈平赶忙打着招呼：“大哥，直接喊我小牛就行。”牛虻态度谦卑：“我已经在城主府备好了酒宴，大哥在炼狱场试炼也辛苦了，希望赏脸好好去休息一下。”这合适吗？陈平有些不知所措地看了看白毅，毕竟白毅对这里熟悉，对着城主也知道是什么性格，陈平对牛虻可不了解。既然城主热情邀请，那我们就去吧。白毅说道：“能够跟着城主打好关系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，怎么可能错过呢？”好吧，前面带路。陈平点了点头。牛虻马上带着陈平他们返回了城主府，因为是坐的传送阵，所以一瞬间就回去了，这让陈平很是感慨。当初他和白毅来的时候，可是辛辛苦苦的飞了好久才到了，却没想到有传送阵，眨眼时间就能到。不过这传送阵在城主府内，一般人也是根本就做不到的。牛虻对陈平他们热情的招待着，然后在推杯换盏之间，牛虻对着陈平问道：“大哥，不知道你有时间，能否让小弟也进入你那宝塔修炼呀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我有宝塔？”陈平一愣，他好像并没有对别人提起过，就白毅知道自己的镇魔塔，还有这风仙，他并没有跟着牛虻提起过。实不相瞒，大哥进入炼狱场之后，我都可以通过一面铜镜观察到。牛虻如实是说道。陈平一听，直接吓了一跳，幸好他在炼狱场并没有暴露太多，只是露出这镇魔塔了。像什么神王宫、龙纹钟、抽魔鞭之类的，他都没有拿出来。还有那火麒麟和吞天兽，这些要是都暴露出来，拿了了不得了。你进入塔里修炼倒是可以，不过塔里并没有任何资源，所以要想进塔修炼，必须要带着足够的资源才行。陈平说道。虽然塔外1年，塔内100年，但也要带着100年的资源才行，要不然在塔里待上100年也没有屁用。资源方面，大哥不用担心，我这犀牛城的资源，随便让大哥使用，我自己也会带着足够资源的。牛虻身为城主，资源当然是别人不能比的。你有资源就行，我无所谓。陈平淡淡的说道。多谢大哥，我敬你。牛虻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白毅见状，则是开口对着牛虻道：“城主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道可否？”说。牛虻说道。白毅把犀牛城黑市的情况说了一遍，现在白毅想要整合黑市，然后把所有的黑市都收到自己手里。牛虻听后，则是点头答应道：“没问题，我另外派给你一队战兵队，若是有不老实的，直接就收拾了。到时候我让黑市合法化，你们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”多谢城主大人。白毅一听，则是赶忙起身给牛虻敬酒。叔叔，你是大哥的岳父，而这老牛是小弟，他应该喊你一声叔叔，然后给你敬酒才对的。风仙对着白毅提醒道。牛虻一听，白毅竟然是陈平岳父，则是赶忙起身道：“叔叔，我敬你，以后犀牛城黑市只允许有你一人。”这一场酒喝得十分尽兴，牛虻把陈平他都留在了城主府居住。
毕竟城主府的条件比外面好得多。晚上的时候，牛虻带着大批资源，跟随着陈平进入了镇魔塔内。在这镇魔塔内修炼一晚，那可就等于修炼了几十天呀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可就在陈平和牛虻在镇魔塔内修炼的时候，在犀牛城的天宝阁内，数十名身穿灰衣的人聚集在了一起，其中领头之人竟然就是那天宝阁掌柜的。只见这天宝阁掌柜的手里拿着一个令牌，正是陈平典当的令牌。今夜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有这令牌在，我们可以轻松地进入城主府。只要想办法抓住这犀牛城的大小姐和王子，就可以威胁那牛虻妥协。这一次我们若是成功，每一个都是功臣，城主不会忘了我们的。这么多年，犀牛城占据炼狱场，收了大批仙币，而且犀牛城资源之地也比我们多。我们飞虎城濒临崩溃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天宝阁掌柜动员着众人。原来这个天宝阁掌柜竟然是飞虎城密探的头头。这个家伙潜伏犀牛城多年，都已经做到了这个位置，任谁想也不会把飞虎城密探的身份怀疑到他的头上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用1万仙币换陈平手里的令牌，然后又把令牌封存，不让牛力察觉到的原因了。杀杀杀！数十名飞虎城密探一个个眼神中迸发着杀意。这么多年来，犀牛城跟着飞虎城因为资源的争夺也是纷争不断，并非只有3族之间有争斗，同族之间一样有着争斗的。自古至今都是利益驱动的争斗，即便是到了天界成了仙人，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。